家，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填名字家，爱重建或崩塌，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主人同意见你了，3日之后，在刘记当铺门口会有一辆马车去接你。京城的菜贩可真会做生意，你买一只活鸡，他能给你剖好、洗干净。这只鸡我足足炖了1个时辰，你尝尝，好不好喝？好喝吗？好喝。那就行。他们说，想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拴住他的肚肠，所以我肯定能拴住。你笑了，这么多天我第一次看见你笑，真好。小生，嗯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呀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啊？刚认识你的时候吧，觉着你真烦人。唯一一点好处呢，就是笑起来好看。再后来熟了以后吧，就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喜欢。他们说潘大人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我不觉得，我就觉得你好看。反正在我心里面，你比谁都强。可能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。干嘛？害羞啦？害羞啦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爱？小生，你来到京城以后，除了每天洗衣做饭，就没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今日无事，我陪你出去逛逛吧。你跟我，一整天？真的？那你等等我去换个衣服。这个还行。哎，热包子。
玉的同行了。过来看看啊！还真是好玉。那当然。哎，您看看，喜欢哪个？我送你吧。他们说，一个男子要是送女子东西的话，就是喜欢她。你喜欢我？哪这么多歪理？要不要？要。您看看，这个多少钱？姑娘，您可真有眼光，这可是真正的帝王种，50两。多少钱？50两。太贵了，30两卖不卖？啊，姑娘，那您放下。姑娘，这一分价钱一分货，50两，我可一点都没问您多要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哎，姑娘，哎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怎么突然不要了？我是喜欢啊，但又不是冤大头，50两那么贵，为什么要买？我是生意人，生意人最懂生意人。他现在是刚出摊儿，心气儿还高着呢。你等他站一天，快收摊的时候，30两肯定就卖了。反正一会儿我们回家还要路过这儿，到时候再买呗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姻缘树吗？对啊，只要把名字写在姻缘牌上，然后挂到树梢上，虔诚祈祷，月老会保佑你们永远在一起的。啊。我们许一个吧。月老在上，我知道阿江的心并没有完全对我敞开，也知道他有很重要、很危险的事不得不做，所以别人祈求的那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我不敢奢求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希望他未来要走的路，无论风雨坎坷，我都可以陪在他身边。困于人海浮沉，谁为我留下余温，将情义永封存？以爱的名义质问云树的残忍，与命争夺，爱的对错被火淹没，独自猜测来生为无处闪躲，与命争夺，永无解脱，空留不甘心的躯壳。还是陪我一整天。我们挑了石罗院，那伙人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已着人安排好，先送你离开京城。潘大人，你们此行可有什么收获？我们见到了石罗院的院主左京飞，他是个40出头的男子，右眼淡黄，一瞳。你可认识此人？是他，就是他。9年前在河阳追杀云长的人，正是他。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不过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左京飞的样貌，而且也查到，其实水波纹就是羊角纹，
只要继续这样查下去，肯定可以揪出幕后主使的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帮我的姐妹报仇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咱们接下来怎么查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准备让阿泽去查一下石罗院的房契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怎么了？自从跳了那云间舞，感觉走久了脚踝就有点痛。啊？姐姐，没事儿。小生，潘大人，你来京城了，找到阿江没？走。那不是上官小姐吗？她旁边的人是潘越。没想到你跟阿江都来京城了。他不告而别，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什么都没有，就那么走了。他来京肯定是替父报仇，他刻意疏远，那肯定是不想牵连你。姐姐，我真的担心他有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找到他的。啊，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就待在这儿吧，我担心他回来找不到熟悉的人。反正他总会回来的，对吧？宁可做过后悔，也别错过后悔。你说的吗？今天在这吃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出去买点酒菜。怎么了？这个味道怎么跟那个幕后主使在祭拜时候的香料一模一样？小生，这种香料很少见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江族的胡杨香。我发现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不喜欢买玉镯子，反而喜欢用香料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江族女子进了这些货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今天饭先不吃了，你先带我去见见那个人。哦。姐姐，这位就是卖我胡杨香的那位江族掌柜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就行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找你买胡杨香的有没有一个40多岁，然后右眼淡黄的男子？没有印象了。那京城除你之外，可有其他香料铺子卖胡杨香？不会，胡杨香是我们江族人特有的香料。据我所知，整个京城只有我一家在售卖。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跟你们江族可有关系？羊角云纹。羊角云纹？是，这羊角云纹是江族刀汉部的图腾。江族人上阳，因我朝与江族连年战乱，很多刀汉部的江人会越过边境来到洛溪定居，这便是洛溪江族。后来他们融入当地，开始农耕，和汉人已经没有区别了。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喜欢带着图腾，提醒自己不忘江族血统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串联起来了。我朝与江族连年开战，不少江族人迁至洛溪定居，那幕后之人想必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羊角云纹为徽记，在河阳培养自己的势力，又与江族勾连，利用河阳的码头将轻盐走私进中原，谋取巨利。他们经营了10多年，又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开路，应该身居高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洛溪级的高官，就能找到他？
牵制洛溪的江族人都被划为了军户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朝廷用他们打仗，却又担心其中会混入奸细，便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与洛溪籍的官员有升迁的机会。那看来这个幕后之人很可能私下偷偷换过籍贯。十有八九，根据云长姑娘写的告密信，这个官员应该是在10年前调任的京官，且势力庞大。如此可以推断，他的应招入伍时间应该是在景昌10年到20年之间。我让阿泽再去兵部查一下，咱们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贾夫人，您看看这些花，都是花圃匠人近期新培的，看看可还入眼？疏朗大方，艳而不俗，堪配静儿。帮我订一批，下月15准时交货。是，夫人，您可是预备郡主大婚所用？寻常绢花过于流俗，届时我想用鲜花点缀喜堂。好嘞，这就去安排。上官芷，你既然那般恬不知耻，我便将你的丑事好好宣扬宣扬。贾夫人，这么巧，你也来选花呀？司马小姐，冒昧打扰夫人，我其实是想问问，郡主可还安好？郡主有何不好？啊？郡主没和您说吗？那日在风雅苑，郡主因为潘公子的缘故，和一个叫上官芷的小姐起了争执，郡主还当众带走了上官芷。我本以为此事已经妥善解决了，没想到方才在街头看见了潘公子和上官芷在一起，举止还很亲密，故而实在有些担心郡主。早就听闻有个富商家小姐痴恋潘越多年，可是这个上官芷，正是，说的就是这个上官芷。她为了追潘公子，从京城追到了河阳，又从河阳追到了京城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担心郡主和潘公子的婚事会因他而受到影响。司马小姐，人后莫论人是非。潘越是我未来妹夫，我相信静儿的眼光。他们的婚事，岂是一个区区的商贾之女可以影响的？方才这些话，你以后就不要随意再拨弄了。是。善儿，回府。是。主人，人到了。卓兰江，拜见主人。抬起头来。我第一次见你爹的时候，就是你这般年纪。你跟那时候的他呀，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起来吧。
那时候，我们都只是寂寂无闻之辈，却怀着同样的雄心大志。我们结为异姓兄弟，说好了一起打拼，共享荣华富贵。这些年，他在江湖，我在庙堂，我们水火相济，严眉相承。我的权力遮蔽银雨楼，成为河阳第一大势力，他的银钱支持我爬到今天的高位。如今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你爹却……造化弄人呐！所以我来了。我不想我爹就这么抱憾而终。你可知富贵险中求？你爹为了保你清白，一直不愿意你掺和这些事，为此甚至装死了3年。你为何还要违背他的遗愿？我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。潘越逼死了我爹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你要对付潘越，我愿意做你手中那把刀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你与潘越曾在河阳比肩而战，交往甚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一位女子。潘越不但利用我与那位女子的关系，还将她夺走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，想必你们都已经探究清楚了。若不信我，一刀杀我便是，何必拿这些虚词来试探我呢？怎么能这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初生牛犊，少年意气，不错，颇有你父亲当年之风啊。既然你这么恨潘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亲手报了这弑父夺妻之仇。公子，这是方才门上的帖子。怎么了？贾夫人设宴，邀我前去。贾夫人？哦，郡主的姐姐，太尉贾全的夫人。奇怪，若是商议婚礼的事，应该邀请我父亲一同前往，可为何单单请我一个人，还特意写明是家宴？拜见太尉，拜见夫人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不成建议。阿泽。潘公子，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如此多礼呀？早就听闻潘公子是人中龙凤，仪表不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怪晶儿对你如此钟情。夫人过誉了，能得郡主的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大人、夫人，宴席摆好了。潘公子，请移步。夫人请。令姐为何突然请我上门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。既来之，自安之吧。请。今天啊，没有外人，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。潘公子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千万别拘着啊。是。虽是家宴，但来者是客。潘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
啊，对，夫人说的对，来，潘公子敬你。谢太尉，谢夫人。我父母过世的时候，静儿还小，是我一手将她带大。长姐如母，静儿打小就眼高于顶，多少王孙公子她都不屑一顾，却一心想下嫁于你。潘公子可要好生待她，莫要辜负她一片真心啊！夫人请放心，有件事我想问潘公子，你可否诚实回答？夫人倒问无妨。近日我听了一些传言，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，可有此事？姐姐，你不要听信外面那些事情谣言，都是小人杜撰。若只是谣言，你又为何与她在风雅院争风吃醋？上官小姐与我自小便相识，我与她的兄长亦是知己好友，所以两家来往频繁了些。这些我与郡主都解释过，相信以夫人的见识和心胸，自有明断。是妹妹也好，朋友也罢，潘公子既然决意要娶晶儿，往后你的心里、眼里，只能有晶儿一人。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。我不希望晶儿往后的生活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尽快与他断绝往来，这样对潘公子、对晶儿，或是对那位上官小姐的清誉都好。潘公子，你说呢？夫人请放心，潘越知道该怎么做。哎呀，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，这放凉了可就腥了啊！来，你看，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鲈鱼脸，尝尝。郡主，潘公子啊，我以前呢见过潘公子的画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啊胸有丘壑，没想到啊这有一天居然还成了晶儿的夫婿了，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啊，太尉过誉了，太尉和夫人才是佳偶天成。啊，那是。当时我认识夫人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伍之人，谁能想到啊，我还能娶她为妻？好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也不怕潘公子笑话。来，吃菜。来，吃菜。来，潘公子。潘公子，请。郡主啊，马上就要出阁了，就让她们姐妹俩呀多说几句梯级的话。我带你在这园子里逛逛，咱们呀也松反松反。方才还要感谢太尉替我解围啊。嗨，只要你别见怪就好。我的夫人呀就是这种性子，其实平时啊她挺好相处的，只是一遇到郡主的事情吧，她就过度紧张了。刚才啊我还真怕你跟她力争到底呢。夫人也是关心郡主，潘某又怎么会见怪呢？那就好。不过吧，入赘了皇家，这皇家的规矩啊那就来了，以后这种事啊少不了的。太尉可是有何高见？这咱们呀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丈夫，得做一个花匠。花匠？不错，要像呵护这些娇花一样，悉心照料你的娘子，摸准他们的脾气、喜好，遇事啊，别问对错，只管顺着他的心意就行。如此这般，方可称为
一个合格的驸马呀。太尉真知灼见，真是令人茅塞顿开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千万得记住了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？啊，这些人啊，明里暗里是瞧不起咱们的。就算你再有能力，他们也还是会说，我们呀是借了娘子的光。没想到这些年太尉功勋卓著，竟还是会有这样的感慨啊！哎，我虽高居太尉，但军中之事，我只能做些文书工作。哎呀，既然入赘黄门，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，世人背后如何指摘议论，我们也只能厚着脸皮受着。但即便受了诸多委屈，太尉对夫人还是那么温柔体贴啊！夫人肯下嫁于我，我对她感激关爱还来不及呢。至于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就受着呗，何必带到家里来呀？太尉小心！潘公子，快来人！潘公子，潘公子！大人，快传太医！是。潘公子，小姐怎么了？没事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总是心神不宁。哎，灵儿，门上还没有我的口信吗？刚刚才去问过，没有。已经戌时，潘越去太尉府赴宴，怎么也该回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太尉府刚刚传来消息，潘公子遇刺了。什么？平日里你总说太尉府风雨不尽，今天刺客居然跑到家里来杀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也没想到刺客居然会偷偷埋伏在房顶上面。而且潘公子刚刚回京没2天，没听说朝堂里谁是他的政敌，这刺客怎么会偏偏针对他呢？太医，太医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。哎呀，万幸万幸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不过还需要静养几日，不要牵动伤口啊。好，多谢太医。阿泽，杨姑娘，潘越怎么样了？杨姑娘，请放心，公子已无大碍，只是因为公子在太尉府遇刺，贾夫人心中过意不去，所以就多留公子在府上休息几日。我现在正准备去疏雨院，去拿些公子的衣物。我想进去见见他，你看能不能帮我？杨姑娘，这公子遇刺之后，尤其是公子的房间，太尉府已经增强了戒备，所以时刻都会有人把守。我想有个人应该可以帮我。郡主，我要进去看看潘公子。是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事再唤你们。是，郡主。潘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点，我扶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若是被贾夫人撞见，定会为难你。我一再跟杨姑娘保证你的伤无大碍，但她一定要见到你才放心。况且此时此刻，我想什么灵丹妙药
都比不上杨姑娘。来都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赶我走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方才是很痛，但一下就不痛了。多谢郡主，药到病除。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对了，今天刺杀你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卓兰江。阿江，你先听我说。当时那一剑刺来，我也无法躲避。若他真的想杀我，以阿江的武功，我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所以我想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阿江是被逼迫的？是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。这次的刺杀行动，应该也是那人针对我们挑了失落院的报复，也是对他忠诚的试探。阿江也是想替他爹报仇，所以才与虎谋皮。对了，前几日张大人在城郊遇刺，刺客是一个持剑的青年男子，我想，那人应该就是卓兰江。他现在的处境，一定是凶险万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取得潘越性命，望主人恕罪。我记得你杀张大人的时候，他手下护卫众多，你也杀得干净利落呀，为何这次会失手啊？我与潘越在河阳交过手，他熟悉我的剑招，所以才能躲开要害。还望主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罢了，你已尽力，这次算他命不该绝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谢主人不罚之恩。你带他下去安顿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好。陈掌院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你住这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得等待时机，一击致命。潘公子，你就留在这儿休养吧。你在我府上受伤，本就是我们疏忽所致。这伤刚好一点就要走，这难不成是在怪罪我们？太尉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幸亏是在贵府受的伤，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只是这婚礼还有诸多的琐事，再叨扰下去，恐有诸多不便。姐夫，姐姐，就听潘郎的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呀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他。姐姐，好吧，那我先送潘郎出去。我已派人去吏部调查百官户籍，若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。
我们确定彼此要凭多少个眼神，骗过我的是诚恳，困住你的是认真，过往太重，难免会没入神，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，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。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，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，挣扎几分红烈，哪怕预算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人，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梦也心深，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，只愿亦不负这段年年情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，挣扎几分红烈，哪怕预算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人，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梦也心深，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，